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做见这个地方的主题哈，非常非常稀少。然后呢，我告诉大家，今天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我会拍这一周，就是下一周四跟下下周四，等于说我一个地方会拍2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算是2则故事，但是同一个地方哦。好，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其实它就算是一个荒废的，算是寺庙吗？那其实寺庙大家都知道，它不只有主体嘛，它其实还有一些那个像说人家可以住的地方啊，工作人员可以住的地方，信者可以住的地方，甚至说那个义工可以住的地方。那没错，今天呢，我会先带大家去看看这些义工或者他们当地人住在这里的这个老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据说有一个传说，或许听完之后你会觉得不会那么恐怖，但假如你不知道的话，你会觉得它很恐怖。好，那至于这地方怎么废弃的呢？我只能说，因为住持年事已高了，据说年事已高，所以说自然而然就过世了，然后前往乐土这个样子。对，那他过世之后，有些人想要继续撑，但问题是经营不起来之后，这个地方就慢慢荒废了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故事，跟什么样的传闻呢？接下来我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了。Let's go！ 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哈。然后该死的在下雨，所以我在外面不能待太久，因为我还是用 DJI 哈。对。然后你看这周边。荒烟蔓草哈，但是那边有个路灯，是的，没错。唉，好，其实它这个地方还算有点大哦。我想也是，戴个手套。哇塞，还台挖土机耶！去看一下，感觉很久没有动了。久保田库波岛，对，你看这周边，这个我在想啊，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山老鼠啊，在偷木头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好，来，然后这里呢，下周会来拍这里，没有啦，其实我今天就一直拍2集了，对啊，都南无阿弥陀佛哈，然后它在外面最站的是这样一个太鼓哎，这是地址证的。今天要拍的范围是这里到那边，是一个民宅部分。那我估计了，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住持之前住的吧，或义工住的吧。然后你看，观世音菩萨，这里放的全部都是进不去。被那个桶子挡住了。这里放的都是那个佛书哎，硬币来求所愿，这个红色的，看一下。我手机的那个还没关呢，测速器，还有这个运动用品，健身的。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，它还有这个，天啊，这会不会是住持之前骑的呢？好
帅啊！而且它这上面是写日文呢，小小的箱子，然后这柜台是都没有放东西啊，对。OK， 对，它外面其实就是一个老厝的感觉，可是它是那个一字形的哈，不是那种三合院哈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闻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了。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外面啊，还有里面几间啊。我想问大家哈，你们有没有去一些寺庙的那个香客大楼住过？这里算是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，还蛮特别的。对，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是什么传说跟故事呢？其实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吧，他有一天密我，他跟我讲说，他妈妈有一个故事，其实还蛮不错的，问我要不要去拍拍看。然后我当然就会问他说，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，或什么样的传闻呢？然后他就说啊，在那个台湾的中部啊，他妈妈就是有信个教。就信佛教嘛，然后就很虔诚这个样，甚至因为退休了，所以跑去当义工之类的。那当然，就像我说的，他碰到那个住持年事已高，已经没办法再管理寺院了，这个样子。那当然他已经离开了之后，这些义工还想持续的去礼佛嘛，然后去祭拜神明这个样子。可是久而久之，大家开始慢慢的变得有气无力，也没有再来了，所以就荒废在这个地方。但是问题是，住持过世之后，他们这些义工还有住在这个房子当中哦。那他们住在这个房子当中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听说碰到一些诡异的状况。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其实一开始是听到外面有人走路的声音，那当下会想说会不会是其他的义工，也没有想太多。可是诡异的是那个走路的声音呢，一下在里面，一下在外面，还会听到叹气的声音。你这样听，觉得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不知道嘛，为什么突然有个人跑过来，而且这地方非常的偏僻的一个状况，那就有人起来说，看看是有人去上厕所等等之类的，然后就梦游了，结果起来看也没有人哦。好，那大家就不以为意，想说错觉，好，那就继续睡。好，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没有碰到什么事情。接下来碰到了什么呢？开始有人说，在这个房子长廊当中，有看到黑色的影子走过去，那咻咻一瞬的这个样子。那当下大家会觉得说，眼花嘛，3更半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也没有人想太多。可是接下来状况还一直持续哦，但对他们都没有任何伤害。他们就觉得，会不会碰到不好的东西？可是想想怎么会？因为少了一个住持会差那么多吗？可是神明也是有在拜啊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晚上，过了差不多几个月，有一天晚上，就有一个人睡着睡着，但有些人睡相不好会踢被啊等等之类的。然后旁边的那一个人啊，就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睡得很好，然后半梦半醒之间就眼睛张开了。他说他看到有一个人在帮他隔壁的人盖棉被。听到这样子的，说真的，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会吓死，对不对？不知道的人，好，碰到这个状况之后，他本来要叫出来，可是再仔细一看，不对，是一个过世的住持。然后呢，他看到那住持之后，他马上就把声音收回去了，然后把声音收回去。然后就很开心，然后又很难过，看到住持回来看他们这个样子，那就住持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住持那个棉被盖完之后，头转过去，然后笑笑的跟他挥挥手之后，就消失在这个房间当中。好，那这是个案吗？并不是，因为其实大家在这边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有时候不管是睡觉还是怎么样，通常都会看到一个黑影，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会不会是住持，因为传开了嘛。结果后面有一个人，他晚上工作到比较晚，然后回到房间，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：“早一点休息。”然后呢，那个听到这个声音的人就说：“没错，这是住持的声音。似乎他走了之后，他
的魂魄看到他们这个样子，感觉于心不忍。他们就这样讲，是不是希望他们赶快离开？是不是觉得就是说他已经走了，所以就不要在这个地方这样子？不知道。但是他妈妈说，他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他得知这样，他碰到这样的事情，还有周边的人所碰到这些事情，听完之后，没有人觉得恐怖，大家觉得很暖心。所以呢，就据说这个住持还在这个寺庙当中徘徊着，不知道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圣雅简看完，顺便用器材来做一些简单的问与答吧。介绍完这边的传闻之后，有没有一股淡淡的哀愁呢？没错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不好意思打扰了哦。哇，我们先关起来。天哪，好多东西啊！这都养生的，时间最后停在5点44分左右哦。杯子上面没有写名字，洗用水。哇，中部还可以看到板桥佛光院放热水器了。哇，石头厝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有点闷，有点热。对，这是房子以前的水槽哦，浴缸吗？对，没水了。锅碗瓢盆都在这边了。厨房，下个礼拜会拍那个方向哈。对，这个礼拜先拍这里。这个，哇，这是哪时候？86年。对，86年，我的天哪！有够久的，我那手机的 app 啊，神盾啊，一定要我手动关啊，要不然一直在哔哔叫，吵死了，应该是会吓死。贤美路，我的天哪！好。接下来是那个方向，但是呢，我必须很遗憾的告诉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，你们今天能看的就到这边了。接下来是会员才能看的部分哦。想看看这个地方以前到底有什么故事，或是长什么样，赶快加入会员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会员的部分了。先跟非会员朋友说拜拜。咿呀草草，